为什么中国的公民在伊朗死掉？现在整个中国的网络是炸锅，大家就会说这政府根本不能信，因为你当初根本没有叫我要撤侨。好，现在出大事了，你说来撤侨，你中国是你人在哪里？你派了谁来帮忙我？现在是怎样？要人哦，徒步哦，甚至是开车，你自己想办法，你要冒着被炸死的风险，自己走到亚塞拜然到边境。你才能够获救的。这是中国他们的这个驻大使馆驻在这个伊朗大使馆特别公告的一个讯息。你如果仔细看很奇怪，撤侨是不是只说我伊朗当地人要离开伊朗，我要协助他安全，对不对？对。结果他说我们的撤侨有4个地点，哪4个地点呢？第一个叫亚塞拜然，对。第2个地点在亚美尼亚，对。第3个地点呢在土耳其，以及呢其他相关的沿岸，还有土库曼斯坦这边的边境。来，我问你，这4个地点哪一个在伊朗？全部都在别的国家。我要长途跋涉，我要开车，飞弹在我上面飞，不是开玩笑嘛？哪有人说我要撤侨？我记得我今天讲说，我们今天台北市要做疏散演习麻烦呢你人到台南去报道，什么意思啊？怎么那么奇怪啊？然后我跟你讲，更可怜来了，这中国人来，兄弟们走啦！这是伊朗的华侨，然后你知道他们吗？有没有接驳车？没有。有没有巴士？没有。有没有护航？没有，就自己人bỏ lên然后要么就是开车，到很可怜，就在路上这样子啵喽，然后开之后，兄弟看天空，然后一颗导弹就这样打上去。他们沿途在边开的时候，还看到了伊朗打往以色列的导弹。不是，他这个加油加到怎么样，都漏油了，我吓死了。你知道为什么要加漏油吗？因为走过了这一村就没有这个电，他不知道下一个还有没有办法继续加油。飞弹都在我头上。对，然后你看，真的，他就是开到一半，然后看到飞弹这样飞来飞去啊。然后就这样默默的，只能这样一路开算他们运气还好。然后呢，到了亚塞拜然，然后到了亚塞拜然关口的时候呢，他就看到说，挤了超多，就一群中国人，全部都在挤这边。为什么？因为伊朗跟亚塞拜然也是要过关的。对，这是我要讲的第2个滑稽的点了。你要撤侨，你知道要干嘛吗？你要先上网来申请电子签证。所以呢，请输入HTTPS://EVISA:IQEN 说请输入这个网址跟当地的国家申请你的电子签证。不是，现在伊朗当地不是网络废掉了吗？对啊。不是都被入侵了吗？然后再打仗啊！我没有讯号啦。对，然后你要申请，我要怎么跑啊？你要先申请电子签证，所以你要这还是人吗？对，这超好笑。你中国人你要撤侨，你要先去申请亚塞拜然的电子签证，然后电子签证可能跑要流程嘛，要好几天嘛。那跑完好几天之后呢，然后你就拿这个电子签证说我要来亚塞拜然，人家问你说您来干嘛的？我来撤侨，这不是来观光，也不是来旅游，来撤侨。好，然后终于过了关口。到了亚塞拜然之后，他说：“哇，好感人哦！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华侨会，你看热烈欢迎同胞平安到达亚塞拜然。”等一下，所以造成有不平安的状况，对，可能有出事的，还没有回来的。你开车到一半，可能就到不了了，你知道吗？他说：“我们这次抵达亚塞拜然的成功几率高达80%。”来，你看亚塞拜然华侨协会，对，然后呢，他说还有50个多人因为这是18个而已。还有50多个还在撤侨的途径当中，但可能抵达的时候剩30个，你也不知道说到底会不会在中途往生。刚刚讲撤侨这件事情，让中国人非常不爽，结果没有撤侨，譬如说待在伊朗，待在其他这种中东国家，其实你看到这话，以色列也有是被人家轰吓死了，以色列已经讲停班停课，对，结果不太对，你看228的这一天，你看到那个画面，中国的工人还在辛勤的上工。这太惨了吧！对，我们刚才不是看到一枚飞弹吗？那个飞弹一直飞，那个就是飞到以色列。但是在以色列这边的中国工人呢是没有办法放假，为什么？因为停班停课这个是限于学生跟劳工，那中国人来这边是做牛做马。中国不是劳工吗？他是牛跟马所以没有办法停班停课了。所以你看他说小野今天第5波了他说以色列打来第5波以色列今天发生第5波的这个空袭了记录一下今天的日子2026年2月8号，然后就看到上面2月28号对，然后就好像是什么在空袭警报，对不对？然后呢，他就赶快冲进去他的防空洞，然后等到消失之后，还是再冲出来。为什么？他说就没有警报我们就干活有警报我们就躲进去，没有警报我们就在干活。所以他说一天这样来回跑，他折返了5次，就在一直跑来跑去，甚至你看打上第2天继续上班，一身要强中国人上班啦。所以连星期天白天到黑夜一直空袭。然后32小时听到几十次，生活的工作没受到太大影响，不是没受到影响，就是你还是得干被炸到就是你倒霉。不是，这中国籍工人也太认真了吧？为什么？
现场中国籍人员全员到岗，对，其他外籍工人一个都没来，对，一个都没来，早就跑光了。当然，因为生命重要，但是中国人就是特别，我们讲也不知道说该说他坚强还是奴性坚强，所以你知道啊，更扯在这边，从头到尾，伟大的中国一直在那边讲老半天，说我们撤侨啊，我们得胜，根本没有收到。他们没有收到任何的撤侨通知，也没有收到任何的撤退警讯，完全没有，就让你在那边继续干到死。但问题是什么？该炸的还是被炸，伊朗还是一样挡不住，而他们的侨民一样撤不走，所以你变成是你只能用眼睛，只能远观，而且完全没有人无能为力。那不禁让人家想着，所谓的强国风范、大国风范就是如此而已嘛。滚哥，现在习近平最害怕什么？第一个，他看到了整个伊朗我的支点已经被拆掉；第二是海军是完全被歼灭；第三个是什么？这个人贝森特，然后说贝森特有什么好害怕？没有。当贝森特出来的时候，代表一件事情：美国他不仅要杀人，而且要把所有的钱给讨回来。今天用这2招的方式，把习近平压得死死的。没错，轰炸的同时，金融战打得非常的激烈。你知道，一炸下去的时候，金融市场马上有反应，是什么在跌？你知道吗？比特币马上有人逃亡，瞬间跌了700亿美金啊，有10万人被爆仓啊。结果为什么大跌？因为一大堆的钱突然从伊朗逃掉了啊！谁发现这件事情？贝森特他就讲说，我从1月的时候就开始盯着哦，有一群老鼠正在纷纷弃船，是伊朗的高层，这些人像老鼠一样正在弃船逃亡，而且这金额是100万甚至数千万美金。从伊朗偷偷汇到国外，所以为什么战争？而且是什么？伊朗领导层偷偷汇到国外，估计都是伊斯兰的革命卫队。而且他们弃船之后，我还发现监控啊，等于是发现这个，其实当然讲的比较客气，就是我监控你跑到银行跟金融机构，对，我都清清楚楚。所以战争一响，哈米尼一死，比特币马上狂跌，黄金马上狂涨，因为钱卖掉之后跑去买黄金，所以贝森特现在从内部要瓦解什么？我告诉你，这些钱我们都有掌握住，所以到时候这些钱会还给伊朗人民，所以难怪他们说伊朗人民到时候会欢迎他们回来，因为这些钱到时候还给他们嘛，鼓励他们推翻政府。而且外媒说这2天就跑了15亿美金嘛，所以打钱就跑了2天15亿。所以最可怕的是，这其实是一场地下金融战，而且谁如果想要野心，想要摧毁美国的美元霸权，尤其是金砖国家，当然讲的就是中国要取代它，就会被摧毁。那是谁想要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看到川普打完之后，炸死从海军陆战队的海军陆战1号下来的时候，他没有什么讲话，挥手1分钟后离开。然后结果跟他后面的是谁？史蒂芬·米勒，白宫的顾问。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他就跟在后面。那他干了哪些事情？我们来看《卫报》。当初在委内瑞拉的所谓的毒船事件，就是他指挥的，甚至那时候内部消息说什么，你知道吗？是他拟定了所有的计划，交给国家国土委员会，再叫美军去行动。接下来包括对墨西哥的头号毒枭，他的主张是什么？毒枭就要把它当成恐怖组织，谁应该去打他？不是警察，不是美国的是要由军队直接摧毁他。后来我们就看到结果了嘛。再来，他主张什么？马杜洛他的石油，他威胁到美元，所以他一定要把委内瑞拉石油给拿出来，指挥他。然后当然这一次哈米尼嘛，很明显跟在后面，这一次也是他指挥的，所以他的主张是什么？很清楚哦。在米勒的战略世界里面，美元不只是货币哦，对我们是货币，它其实是强权政治的神经中枢。它的主张是什么？美元就像鞭子，你要制裁别人，一定要美元，所以美元绝对不可以替代。然后，所以如果金砖国家的货币野心，讲的就是中国嘛，是需要怎样击碎它，而不是协商。我没有在跟你沟通的，他要去开战了。而且你刚刚提到这4个人都跟钱有关，都跟美元是有关。你踩到我的底线之后，我就要动手了。所以很清楚，为什么这次一打就是这种结果，或者是马杜洛一样，委内瑞拉是这样打，因为他的战略思想很简单。你想要取代美元的霸权，美元不只是工具，而是武器，你就要被击毁，我才不跟你沟通就打到底了。所以过去3年来，美国打得非常的凶啊，包括我们一直在谈的橙治事件，它实践了什么？美国突破一件事情，以前比特币是没有办法被清查了，除了美国之外，所以过去3年300亿美金，包括橙治的150亿美金都被美元查到，所以数位货币对于其他人来讲是安全的，对于美国来讲
它没有所谓的安不安全，美国想要都拿了，对叫美元霸权2.0啦。以后你要看反指标，你就对着中国做就对了。中国中国又是反指标，嘿，委内瑞拉之后谁损失最大？对中国，因为它大概有100到600亿美金，现在委内瑞拉拿不回来。结果伊朗这一打，你知道中国有多惨吗？现在是4000亿美金，可能打水漂。25年全面战略合作协议，4000亿美金。所以现在如果你要看什么叫做空股市，你就看习近平投资哪里，他投哪里就可能会被怎样，被川普摧毁。因为川普绝对不能容许什么挑战美国的霸权，包括史蒂芬米勒他做的事情也一样。你只要挑战美元的霸权，有梦得想，死了。我就要击碎它。所以世界上最大的空头就是中国。宏观取材，厘清真相，犀利精准，深入剖析，时刻掌握关键新闻时事，不漏接。老时段，新气象，我是钟浩和，关键时刻2.0全新出击。